我可是经过多次考察，上级才正式任命的。一路走过来，没人怀疑过我。老哥哥，我真没想到你会说出这种话来。我也是从现在开始怀疑你的。要不是你一口一个老哥老哥的叫着我，要不是我感激你千里迢迢能来看望老哥，我是不会登门向你说这些话的。站岗，老哥跟你说句心里话，几个月前，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我不服。我认为韩鹏他们就是偷鸡摸狗之流，上不了路子的胡来。但是，当我看了韩鹏他们送来的战斗报告，后来我又去了山豹旅学习参观。怎么？你还去过山豹旅？是的，我去了。我进入了他们的指挥中心，我观摩了他们城市战的训练成果，我观摩了他们城市战的训练过程。你猜怎么着？老哥，我震惊了。他们贴近实战方面，比我们超前了不是一大步，是一个时代呀！多可怕呀！啊，还有，他们现在一直在研究世界各地爆发的局部战争，研究现代战争的趋势和规律，并且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训练要素、战场意识、战术意识、训练模式等，都讲究最大限度地贴近现代战争的式样。信息战、心理战、舆论战、网络战、情报战、特种作战、城市攻防战，再加上传统的装甲突击、特种兵渗透、小规模多兵种合成作战等等，只要在战场上能够赢得胜利的战术和手段，他们都在研究，都在演练。而你呢？你在这儿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自命不凡，这个瞧不起，那个不服气。你这种思想再下去，有幸碰到山豹旅，你不被打得屌弹精光，我都怪了。你瞪着我干嘛？老弟呀，你好好回去想想吧。老哥说的是肺腑之言呐。这就是你跑来要跟我说的话。我本来不想说这么多，是你把我气的，我不得不说。老哥，肺腑之言，振聋发聩。站岗，站。
不能。哎，冯队长，慢点，没事，慢点啊！好的，怎么样？没事啊。这一大早啊，旅长和政委正好来看看你。谢谢，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啊。刚医生还跟我说了，说我恢复得很好，下个星期再做一次手术，那就好了。哎，霍德，你是不是特别害怕？嗨，别提了，太丢人了。但是队长，哎，我跟你说，当时我真是想着是左手，可是没想到一使劲的时候，就变成了右手。到了100米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错了，再改方向，这就来不及了。你这个属于不幸中的万幸啊！这还万幸啊？那当然，这要是在你脸上划个几口子，那我们的帅哥不就破相了吗？啊！嗨，队长，这真要是划到口子，其实也没什么，爷们儿啊。哎，对了，旅里啊，准备让你父母来看看你，把你这受伤的情况跟你家里人说一声。哎，别，队长，不是你千万别让他们来，他们看见我这样会担心的啊。哎呀，这个啊是旅里的安排，你受伤，我们一定要跟你家里人说一声的。哎呦，队长，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千万别告诉我爸妈。当初我当兵就是瞒着他们，后来他们知道了，那都气疯了。他们就是想让我出国留学，要不进个大剧团，或者到电视台什么的。如果看见我现在伤成这样，我告诉你，那只有到部队里边大哭大闹的。那你说怎么办？啊，这么大的事情就不跟他们说一声？说啊，不，再等几个月，等我伤全好了，而且啊，得等我跳伞真正成功了。你还要跳？当然跳了，我的伞训科目还没过关呢。你不怕再摔倒？哎，不可能了，这次的问题出在哪儿，我全明白了，下次不可能再犯了。而且，我都摔成这样了，就不让我跳，那不是白摔了？不是，队长，以后训练上的事儿我全听你们的，但这件事儿你们必须听我。你们不知道，跟我父母打交道，我太有经验了。今天的训练任务和昨天相同，不再重复。我要强调的是，个别干部在下达指令、布置任务、领受任务时，还存在指令时间模糊问题。什么叫马上执行？什么叫一会儿就到？这些都是生活状态用语，不是战场指令用语。今天我们重点改正的毛病，就是战场指令时间模糊问题。要下级执行的命令必须准确，如5分钟到达，10分钟完成，20分钟开车，不允许再出现马上执行、赶快完成这种命令表述，明白吗？明白。从今天起，例行交班，必须对表。起。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时整。30秒后散会。有关旅里的新规定，请温副旅长再重申一遍。同志们，利用这段时间，我多说2句。信息化战场要求绝对精确化，任何模糊指令，哪怕差至毫秒，都会贻误战机，导致全盘结束，分秒之差决定胜负。所以，军人对表不仅是时间的统一，也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打赢现代化战争，首先要具备现代化战争素质和作风。培养军人信息化战争素质，就是要从平时点滴小事做起，养成严谨、细致、精准的行为习惯。好，散会。旅长，你刚才说的例行交班对任务，看起来是件小事，做起来就是件大事。我想把它作为一项管理制度固定下来。何亚洲啊，哎呀，你真行啊！滴水不漏，颗粒归仓啊！我就是随口说了几句，发现问题强调一下，你看你就给上升到制度上来了。老王，我发现你嘴上说要退了，
其实这儿啊还是挺吵的。老梆子了还吵呢？进来。旅长、政委，不好了，楚副参谋长来了。你说什么？楚占刚、楚副参谋长来了，就在大门口吧。他还没走啊？我们也没接到军里的通知啊。听门卫哨兵说，一大早他就来了，在院墙外转悠半天了，一直在看我们出操，直到开完了交班会，才让门卫通知了值班室。没让他进来啊？他说没有王旅长的同意，他不敢进来。这叫什么话呀？他没说来干什么？他说没有吃早饭，过来要口饭吃。说他来的这个时候，今天正好赶上咱们全旅部开火做饭。要不这样，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做点送过来。你说一个堂堂正师级干部到咱们旅没口饭吃，这也说不过去啊。金参谋，你让他到接待室等着，我和旅长办完事就过去。是。哎，别搞特殊，咱们吃什么他吃什么。对，不惯他这毛病。楚副参谋长，对不起啊，让您久等了。刚开完交班会，旅长和政委请您进去呢。不过吃饭嘛，是这样，全旅今天不开火做饭，王旅长准备让夫人在家里做好了给你送过来。不开火，什么意思啊？旅里有规定，每周有一天是野战生活日，全旅的伙食单位都不准开火做饭，全部吃野战食品。还有这种规定啊？是啊，我们旅里创新的玩意儿可多了。我给总院打过电话了，这个兵的情况现在还好。这事儿您都过问了？你以为你们不报告我就不知道了？哎呀，参谋长，您知道的怎么这么快啊？是不是在我们旅有卧底？差不多吧。这下可麻烦了，我们做点什么事儿，您不都知道了？那是，该我知道的，我当然要知道；不该我知道的，怎么着？你想累死我？您能不能给透个底？您安排的这卧底是计算机。部队管理处刚刚完成了一套士兵管理软件系统，全战区陆军的士兵、士官，从入到退出现役，以及回到地方上安置，全在这个数据库里，而且是实时动态管理。昨天你们那个兵一进总院进行抢救，总院的士兵管理系统啊，就把这个士兵的伤情、手术、治疗方案、用药情况全部存入到这个数据库里。部队管理处的管理系统马上就能反映出来某个战士受伤情况和战斗减员情况，立即就会在我的电脑里有所显示。原来是这样。昨天晚上韩鹏给我打了个报告，已经是马后炮了。那这套系统什么时候跟我们旅联网啊？很快，目前还在进行系统调试，将来你们考核数据、训练成绩都要进入这个系统。以后你们那里出了几个训练标兵，我这儿可都是一清二楚。这可太好了，以后我们想干点什么欺上瞒下的事儿，那可就难了。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聪明的干部往往都出现在基层。参谋长，您这是骂我们还是夸我们？都涵盖了。我这儿还有一份报告。这是什么？是我们请求处分的报告。是你啊，还是韩鹏啊？当然是我了。这事儿处分不着你，要处分也得处分韩鹏。党委分工，我是管安全的。这点小事儿，你就要出面袒护他。要袒护，你挑那杀头枪毙的死罪，也显得你真性情，真仗义。你弄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干什么？那您说这事儿会不会给处分啊？当然要给。韩鹏要处分，这是纪律。韩旅长也是为了工作和训练。这不是理由。
你坐吧。这是给你们旅爱家提前转正和个人立功的命令。坐。爱家立一等功。这是战区陆军党委专门做出的决定，对在训练中有突出成绩，在执行重大任务中做出特殊贡献的同志啊，高调表彰，也让官兵们学有榜样。弘毅行风立2等功。好了，过几天，战区陆军要在你们旅召开表彰大会，战区陆军的首长也会到会讲话，还有你们申报的2名大学生士兵提前转干的命令啊，也会马上批下来。孙乐乐和爱家。对，这可是特例了啊！这对于鼓励更多的大学生和高学历人才投身军营，也是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太好了。你们山宝旅今年可是个丰收年呢，但是这种好的势头要继续保持下去。那韩旅长呢？他嘛，麻烦事多一点，先背上个处分再说吧。这不公平吧？赏罚分明才是公平。想什么呢？能告诉我吗？没想什么。不对吧？你要是不说的话，我替你说。你在犹豫，要不要打请假报告？是，我之前是想过下训之后就申请休假，但是……好了，那你就不要犹豫了，马上回去把报告打上来吧。我们会尽快研究，做出决定。后面没有重大任务安排了吗？这不是你要考虑的事情了。我等你的报告。好，那首长，我先走了。怎么样？这顿饭我吃的值了。哎，我们现在储存的这个系列的单兵食品，够我全旅野外机动1个月不开火做饭的心吗？但是，一上来天天吃，肯定不习惯，所以我们要求部队啊，1个月至少4天吃1天，让官兵们慢慢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同时呢，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不断的进行这个配方和口味的改善，食用和加热方式的改进。每个月吃几天，保证我库里边没有过期食品。王老师啊，你这家伙搞军事几十年，突然搞起食品加工来，哎，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啊？我告诉你吧，还真不是我想出来的啊，是我们808旅第1任老师长孟怀南想出来的。他打过仗，他知道野战食品对野外行军和生存的重要性，所以建议我们研究开发的。好，你给我带几把，我带回去，给我们机关的干部们也都尝尝。我明天给你发1箱过去，你要觉得口味好，我们以后长期供应。哎，但不是白送啊，要按出厂价收费的啊。没问题，这口味搞得好，南北方米面食都有。我们怎么就没想过，这吃上面还有这么多文章可做呢？你们没想过，是因为你没有要打仗的意识。怎么没有？我也是带着部队天天练兵啊。中国是核大国，没人敢打我们，你就放100个心吧，老哥。这话谁说的？我没说。你就耍赖吧你！我说我是这个，你就是这。老何，你作证，一会儿让他爬着回去。不对，哎呦，我说你，哎呦，可撑着我了。哎，何志伟啊，你可得说话算数啊，别忘了给我们发过几箱子啊。这种野战食品餐啊，对我们搞野外训练、特种兵作战用处太大了。这叫仗怎么打，兵怎么练，再加上那一条，仗怎么打，饭怎么吃。还有吗？仗怎么打，路怎么行啊？没了，保密。
不过，只要你心里边永远装着随时要打仗这个心结，别人不说，你都能发现有很多问题。如果你心里边不想打仗这件事，你会觉得干啥事都多余。看啊，又给我上课。行了，你饭也吃了，政委还要送你几箱呢。便宜也占够了，该走了。我呢还要干活，失陪了。那个，王队长，我今天来可不是为支持你这顿野战式比餐嘛。别的事儿我真没法陪你。不行，军事馆你要陪我参观。已经闭馆了，不对外开放。王可正，我今天退了机票，就是为了来参观你808旅军事馆的。你旅长能不陪我参观吗808旅的历史，全战区陆军都了解，没啥好看。我偏要看。我说你怎么这么犟啊？你搞的知识杯，我很想看一看，因为我想象不出来，你怎么会把一块象征失败和耻辱的石碑，弄进一座有着和解放军军史一样历史久远的808旅的军事馆里？昨天晚上，我偶然看到你们旅的知识教育经验材料，开始我还没当回事儿，后来我越看越有些发毛，越看越感到心有余悸。说实话，我一晚上没睡着。可正，你告诉我，当时你是怎么想的？嘱咐参谋长，我们把当初立碑时候的视频制作成了一部短片，经常放给中官兵们看，以激励和教育中官兵。可正，你永远是我的老大哥。我知道，我做不到，永远也做不到，但我会让909的干部来学习，学习你们808旅的光荣传统和这种极具时代特征的支持精神。说实在的，我们的军队差的不是钱，不是装备，不是人才，差的还是精神，一种永不泯灭的民族进取精神。
们先从500米开始起跳，然后跳400米、300米。大家要记住，我们下降的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也就是说每6秒下降150米，开伞的时间为5秒。所以，只要大家胆大心细、沉着冷静、看准马标，是完全可以安全着陆的。下面我第一个跳，间隔3秒，顺序跳出，明白了吧？明白。准备。为表彰在军事训练中成绩特别优秀，在完成重大任务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同志，经战区陆军党委研究，给予以下3名同志记功：3豹旅特战大队队员艾佳1等功；3豹旅心理战大队大队长冯孝生2等功；3豹旅陆航大队大队长邢峰2等功。希望以上3位同志继续发扬成绩，努力学习，不断进取，在今后的工作中再立新功。下面宣布一项关于3豹旅跳伞训练事故处分决定。经战区陆军党委研究决定，韩鹏同志身为3豹旅旅长，对跳伞训练中发生战士摔伤事故负有主要责任。为了警示全体官兵和韩鹏同志本人，在今后的训练中重视安全管理，严格遵守规章制度，给予旅长韩鹏警告处分，希望他能从中吸取教训，杜绝事故再次发生。下面请冯政委做指示。同志们，今天在3豹旅参加这个大会，有处分，有表彰，这充分体现了我军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传统。好的就要表扬，不好的就也严肃批评。不管是旅长还是政委，我相信韩鹏同志会认真对待的。在训练中出现了一点问题，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出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解决问题嘛。在处分韩鹏的同时啊，我还要表扬韩鹏几句。首先我要表扬的是3豹旅领导班子团结，这和韩鹏同志的思想作风那是分不开的。决断果敢，善于听取意见。作为一名当代的指挥员，就需要这种强烈的时代意识，需要更多的包容性、知识性、智慧性。他是在指挥集体精英作战的一名领军者，是在指挥一个以信息化为核心的庞大体系。这和我们几十年前老前辈们遇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但是前辈的传统不能丢，前辈的精神不能丢，我们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建设现代化军队的过程中加以传承。还有一点要表扬的是，3豹旅没有因为出现一点情况而使全旅的工作停下来，能够正确的处理事故，
能用科学发展观的态度来处理事故和训练的关系，这很难得呀。以前呢，我带过一个兵，这个兵啊，不吃鱼，食堂做的多好的鱼，他是一口也不沾。当时我们是搞海训呀，每天吃鱼，除了鱼没有别的。这怎么办呢？后来我是从他家长那里了解到，这个孩子啊，小时候被鱼刺扎过，那家长就害怕了，就不让他再吃鱼了。从此以后，这个兵拒绝吃一切鱼。这是什么问题啊？这就是回避矛盾造成的后果。以往我们训练出了事故，不问青红皂白，先停下来再说，一停二整，看似很重视，实则呢简单粗暴。整顿完了，那一切还照旧。现代化战争的出现，要求我们的军人必须要学会现代化的管理。战场上的精确打击，那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平常训练的精确管理。所以我认为啊，山豹旅遇到问题能从容不迫，不消极不等待，这一点必须要肯定，必须要表扬。战区陆军很快就要举行秋季大演习，山豹旅经过1年来的整训，战斗力又有很大提升，将会在演习当中担负起很重要的任务。希望你们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打得好！看来啊，我们都得向朱参谋长看齐啊！朱副参谋长，咱们再去枪榴弹打靶那边看看吧。走。朱副参谋长，我们所有的步兵班都配备上这种枪榴弹发射器，近距离压制，火力提高10倍。这家伙威力大呀，能让步枪点面结合，杀伤破甲一体化，提高战士的独立作战能力，特别适用于山地作战、丛林作战和城市巷战。今天叫你们一起来新武器射击场来打靶，就是想让大家再次体验一下战场的气氛。我们都是握枪杆子出身的干部，要不忘初心。记住，从穿军装那天起，每一个士兵心中的誓言。朱参谋长对我们909旅的训练也非常关心的，多次询问我们训练改革的情况。这不，昨天出差刚回来呀，今天就到我们旅里来，亲自指挥新设备的射击训练，还带来了新精神。你看，这话说的这么客气干嘛？好像我不是909旅的人似的啊！我昨天啊刚从V集团军开会回来，同时也去了我们老大哥部队808旅，感受很多，感触很深啊。当然，今天看到我们909旅生龙活虎的训练场面，也很感慨啊。909旅在变，在发展，在前进，这让我很欣慰啊。定海荣胜，走！你们俩继续组织训练，我和徐政委再到其他几个营走走看看。注意安全啊！你发现没有，首长也在变。我能体会到，楚副参谋长到了军里工作，就不像带一个旅那么简单了。那么多工作压在他的身上，还没忘掉老部队。
不容易。没想到808旅把教育搞得这么生动，如果我们能早一点看到他们的经验就好了。我跟你一样，那天晚上我也是一夜没睡。你说，2个旅同样是失败，而王可争、韩小舟他们就能搞出这么多的名堂，而且一针见血，真是不容易啊！楚副参谋长，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叫我老楚旅长，我听着更亲切。我觉得呀，909旅存在很多问题。你说说，主要是什么问题？说了你别不高兴啊！我第一时间把808旅的材料给你们送过来，就是要让你们参照学习，找出差距。909旅出成绩，我能不高兴吗？但是呀，问题的根子还出在你身上。这我知道，但哪些是我遗留的问题，哪些是我走后的问题，你捋清楚了吗？你们昨天把材料送过来了，我们旅党委几个人正在看，怎么可能一下捋清楚呢？而且你要求我们分出你走前和走后的，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找出问题的根源。问题在我？没错，根子就在你身上。但是，我这个做政委的也有责任。先说我的问题。你一直不承认我们在决战2017演习中的失败，就这一点，大大的影响了我们在演习中存在问题的深层次理解和认识。由于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全旅官兵滋生起一种浮躁气氛，认为我们和山豹旅之差只是运气不佳，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错。如果遇上了，再交手一次，一定能打败他。这是我的思想，没想到会影响到全旅啊！丁雄雄一个，将雄雄一窝，全体官兵都在看那旅长的作风。当然，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也不是什么完全不对。军人之间相互较劲儿也是常有的事，也是军人永不言败的精神风格。但是呀，你用不认输、不承认失败的态度来回避失误和错误，那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就是固步自封啦。是，我当时的确不服气，王可争的808旅也不服气，但是他的思想教育和训练工作，都因这次失败而被全都激活起来。这是让我感到震惊的一点。一讲到失败，我们就垂头丧气；哎，一讲到成绩啊，劲头就上了。我们呀，就是缺失荣辱观教育，只能张扬成绩，却不懂得在失败中奋起，没有从失败和挫折中学起的自信。我们就不敢搞这种知识教育，最后只能听好，不能听差。808旅的知识教育，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学习嘛。没想到啊，老徐，我想这样，你带班子里的主要成员和几个团员级干部，先到808旅走一趟，看一看，学一学，一下子全班过来不现实，可以先找出对训练工作影响最大的问题，对照解决。哎，不要因为我是老旅长，就不好意思说话。你现在这态度就挺好，啊。我身上的毛病，一半都是你惯的。我的责任呀，不止这些。还有就是丁凯，受我的影响比较多。你们在沟通上如果有困难，我可以出面说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能让909旅掉下来。老楚啊，这态度啊，太好了。哎，看来我是阴魂不散。不，其实啊，老楚，我这个做政委的也有一定的责任。我看了王可珍的事迹，想了一下何亚洲，对照我自己，同样是旅领导，我们在深刻剖析自己的同时，就没有王可珍那么认真，这么彻底。哎呀，我们杂念太多，顾虑重重。顾虑重重？对，其实我们自己身上的问题，不是没看到、没想到，而是我们不敢去面对，我们没有勇气去彻头彻尾去改正它。你说，我们敢在909旅也立刻支持碑吗？做不到。我当时在那块支持碑前，我的心脏几乎被他压碎了，太让我感到震惊、震撼了。我当时就在问自己，我怎么就想不到呢？后来我又想，就是我想到了，我敢这么做吗？我知道，
后来我对王可正说：“我敬佩他，但我做不到。”可是，你仍然把学习材料带回来让我们学习了。我也在学习。我想，我做不出他这样的壮举，但王可真的精神，我还是要学习的。哪怕我们就学他1/3，我们也可以进步啊！知耻后勇，卧薪尝胆，这些中国的兵家古训，看似简单淳朴，却很有现实意义。行啊，哎呀，明天不要走太多，随便走几步就行了，活动一下就好。没事儿，你要忙你先去忙，我再站会儿啊。好。哎。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起来，获得，加油，走！哎呀，走！哎呀，谁呀？乐乐，你们怎么都来了？挺好了。哎呦我去！哎呀，还没好透呢，还没好。扶我一下，来。哎呀。哪条成了？你说呢？到这儿，来，你先坐，你先坐。哎，你坐好了啊，坐好了，你给我靠一下。哎，我说你们几个太没有良心了，怎么才来看我啊？能来看你就不错了，你还嫌晚了。我们都挺想你的，正好今天放假，政委还专门派车把我们送过来了。哎，你们看，还是爱家好。不是，你们放心，医生说了，我这个手术啊非常的成功，再过几个月又可以健步如飞了。哎，嘿，啊，不是，你们都提干了？哀家可是立了1等功啊！啊，1等功啊？那我这粉丝要晋级为钢丝了。哎呀，你小一点行不行？什么粉丝钢丝的，我们都是战友。上次救你，哀家一枪击毙2名匪徒，公安机关多次为他请功，战区陆军首长觉得这次哀家特别的出彩，所以就给他立大功了。啊，现在还号召全战区的陆军官兵向他学习呢。现在咱们特战大队人人都想争当精兵，个个都要当枪王呢。哎呀，哀家，给你个赞。我看你恢复的不错啊，刚才都能下地走路了。是不是说了吗？医生说过2个月就可以健步如飞了。那你还能跳伞吗？当然能了，只要我一出院，我就抓紧训练。我就不相信你们这一个都能跳，就我不能跳。行啊，是个爷们儿。我可听说霍德当初连跳水塘都不行呢。哎，这以前的事儿就别说，但我也就奇了怪了，这为什么我以前胆儿就那么小？哎，不过我跟你说，自从我跳出这个机舱以后啊，我发现也就那么回事儿啊，没什么可怕的啊。我现在天天躺在病床上，就在背要领，练习左右手的动作，绝对不会再出现左右不分的情况啊。对了，我们战区陆军马上要大演习了。是吗？嗯。哎，有咱们山豹旅的任务啊！我告诉你啊，不但有，而且唱的肯定是重头戏。真的？当然啊。不过，哎呀，我这腿真不知道能不能赶得上这次演习。
旅长、政委还有参谋长，他们明天就要到战区陆军开协调会。你先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有什么消息，我们立马通知你。行，但是领导你放心，我在这儿跟你立下军令状，就是带伤我也要上前线。俗话说得好，轻伤不下火线。哎呦，火线！刚才我和政委聊了很多话题，在我当旅长的时候，也没聊得这么透彻。808旅和王可争的事情，你们要好好学习。有功夫我还要再来，我们一起把909旅的事做好。主副参谋长，军部来电话通知，战区陆军要你和909旅主官明天赶到战区陆军参加秋季演习协调会。这么快？这么说，我们909旅肯定参加了？是的，是我上个月报上去的。战区陆军让集团军先报一个方案，其中包括推荐参演主力部队。我第一个报的就是909旅。可是现在你犹豫了，怕我们再掰一次。我担心你们准备不足。哪方面不足？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我感觉有很多方面。如果遇到808旅，我们胜算不到60%。如果遇上山豹旅的，山豹旅。我觉得有80%的把握。要求我们明天到战区开会。是的，刚才是电话通知，正式通知一会儿就送到。丁旅长、支部参谋长，我看这样吧，你们2个去参加会议，我在家里把有关政治学习的文件再重新整理一下，结合808旅的经验，我们很多方面都需要改进的。好。经中央军委批准，由第1战区联合参谋部组织战区所属陆海空部队，进行一次联合登陆和海岸防御的作战演习。这次演习的战术动作复杂，涉及科目众多，攻防转换频繁，充分展现战场形态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下面请第1战区副司令员、第1战区陆军司令员邢志强中将讲述这次演习的组织形式、任务和要求。这次演习为我战区陆军秋季会战演习，代号是陆海1号。参加陆海1号演习的主力部队有第1战区 C 集团军陆军第909旅及配属部队、V 集团军陆军第808旅及配属部队、战区陆军直属山豹旅及配属部队、战区海军部分舰艇、战区空军航空兵部队参加。随着演习深入展开和战局的发展需要，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也将参与部分的作战行动。演习分2个阶段，第1阶段由韩鹏指挥的山豹旅及战区的海军、空军组织的联合登陆作战机群，向 C 集团军陆军909旅及配属部队守备的澄海防线发起海空一体登陆作战。任务分为 A、B 2个阶段。A 首先由山炮旅组成的攻击集团，对160海里外的由201旅守备的南山发起登陆作战，要求在5个小时之内占领该区的核心阵地，作为发起攻打澄海防线的跳板阵地。完成 A 阶段任务，如在5个小时之内没能成功攻占南山，山豹旅未能完成 A 阶段任务，将退出演习。B 在山豹旅攻占南山之后，发起突破909旅的澄海防线的登陆作战。
突破澄海防线之后，择机占领澄海市。守军的总指挥为楚占刚副参谋长，3天为限。韩鹏指挥的陆海空联合作战机群攻下澄海防线的主阵地为营，否则为登陆作战失败。双方的胜利者随即转入澄海城市防御。演习的第2阶段为集团军第808旅其配属部队，由王可贞担任总指挥。在第1阶段，胜出者进入澄海市进行防御开始，也就是山豹旅集团突破澄海防线的第2天，获909旅坚守3天，成功反碎敌方登陆攻势，而转入澄海市城防。即第4天为808作战集团进入演习的起始点。808旅需在无后援的前提下，长途机动2000公里，跨江南下作战，完成对澄海市的包围，并向澄海市发动攻城作战，以攻取澄海市政府大楼为胜，也是3日的期限。3日内没有攻占目标，守军为胜。有关陆海1号的演习计划和部署已经陈述完了，下面我说几句要求。1. 要求参演部队从今天开始做好认真准备，时间为15天到20天。15天以后，部队将进入待命状态，战区陆军随时下达演习开始的命令。2. 此次配属部队兵力不能超过本部兵力的1/4。计划由3个参战单位根据自己的作战计划需求，向演习指挥部预先申报，不限军兵种，15日内必须完成。3. 本次演习除上述计划任务和节点外，指挥部不再颁发任何预案。4. 这次演习，总部和各大战区陆军军兵种的首长都要参加观摩。演习的整个过程都有计算机进行系统评估，随时通报战况。3方面的单位听明白了吗？山豹旅明白。808旅明白。邢司令员、沈参谋长，我对参加本次演习充满信心，也决心打好这场战区陆军有史以来最复杂的对抗演习。但我认为，演习的时间安排是否过于仓促，给参演部队准备时间太少，有可能影响演习的效果。还有，观礼台搭在什么位置？是在澄海防线，还是在澄海市政府大楼附近？我们也好提前做好搭建准备和保障组织。我说完了。时间安排由战区联合指挥中心来确定，我们不宜改动。至于准备时间不足，我就不明白了。从打完决战2017演习到现在也将近1年了吧？你还说准备不足？那么你不足的概念是什么呢？我认为敌长虽然是在我们909旅的防区澄海防线进行防御作战，但此次演习的防御科目是海上侵入的海空一体战，部队从来没有演练过这一科目。海空一体战的概念也是近几年才出现在媒体上，我们对于这种战法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我认为演习科目的设置有些牵强，我估计打起来也没个章法。的确，海空一体这一概念是西方某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崛起，为遏制中国的发展而提出来的。所谓的海空一体战，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想你也未必认真研究过。不要一听说海空一体战，就想到西方媒体所宣传的如何神奇，如何强大无比。山豹旅与空军、海军联合作战，号称海空一体，又有什么不行呢？我只跟你说，15天后，要是人家打到你家门口了，怎么对付，就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了。但我们的压力还是太大，等于一场演习
要打2场硬仗，既要跟海上来犯的山豹旅集群作战，然后又进行澄海城市防御作战，打击808旅来自内陆上的进攻。而且，2场战役的转换时间只有24小时，这……楚副参谋长，你怎么就不考虑你的优势呢？啊，2场作战，如果都是你来打，你完全是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位置。对海战你已经制动，对陆战你以近待远，你一点都不吃亏啊！再说了，你敢保证澄海市的防御作战就由你来完成吗？同志们，今天请你们诸位来，虽然是通报情况，但是也是下达谕令。这次演习的方案设计打破了以往军事演习1对1的固定模式，明确了3方参与、轮流上阵，加入了对手的不确定性，让结果产生悬念，让演习更加贴近实战，谁都有可能改变战场格局。说不定啊，还有第4方加入。关于楚副参谋长提到观礼台设置问题，在这里我要重申一句：这次演习不设观礼台，有条件的可以到现场观看，没有条件的就在指挥部观看视频画面。会议到此结束。啊，山豹旅的同志，请留一下。老哥哥，你的事迹可在909旅引起轰动了。哎，有啥轰动？哎，对了，我倒很关心上次给你们寄的几箱单兵食品，反应怎么样？好啊，我们军长、政委都尝了，准备让保障部派人到你们旅里采购几批，作为战备粮呢。好，政委，看来这笔买卖值得做啊。我们909旅的领导准备近期到808参观学习，也算是临时抱佛脚。好啊，来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我们接待能力有限，规矩也多，统一标准4菜1汤。如果遇到1个月4次的野战食品日，你们可就没饭吃了。我们就是要去学习你们这些经验。楚副参谋长一回来就催我们去，说我们跟808相差太大了。王旅长、何政委，不出3天，我就向你们报到。首长，您找我。都到齐了吧？上一次山豹旅参加跨战区陆军演习以后，有人通过不同的形式向有关领导写过信，或者在一些场合对演习中出现的情况提出了看法和批评。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也想对事情的真相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弄清楚事实。我们3天前就接到通知了，叫韩鹏到北京去谈话。到北京去谈话？我从演习现场回来以后，向司令员和政委报告过有关情况。作为专业化蓝军的性质，演习中出现的变化，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了解和理解的。上级这次约你去谈话，就是要听一听一线指挥员的想法和看法。我明白。首长认为，不要回避问题，实事求是，讲真话，讲实话。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就是希望你能够保持头脑冷静。另外，当着你们班子的面给你交代这件事情，就是希望你们旅不要因此在训练和工作上受到什么影响，一定要做好演习前的准备工作。请参谋长放心，现在就出发，由刘副主任陪你一起去。现在就出发？对。我们走吧，车子还在外面等着我们呢。去了。好。韩鹏离开的这段时间，由洪毅代理旅长工作。我，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还有，佟政委，你的休假报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送上来？我想再等等，旅长不在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郝建国和洪毅他们不是还在吗？再说了，韩鹏到北京主要是帮助上级多去了解一些情况，又不是不回来了。你们回去以后抓紧时间，把演习前的工作再好好的研究一下。是。
我早就说过了，前副总指挥肯定会秋后算账的。当初我们就不应该同意他的方案，直接按我们的设计来，绝对精彩而且完美。红军营救也可以体现出他们的绝招绝活。现在倒好，结局不伦不类，我们不满意，山鹰旅和海啸突击旅呢，也觉得我们在耍他们，这是几面不讨好的事儿啊。当时旅长做出这种选择也是很困难的，他也要顾全大局啊。但是结果呢，不还是让人家揍上了一本？我看现在议论这些也没有用了，还是抓紧把眼前的工作做好吧。洪大旅长，演习方案要尽快拿出来。我今天去协调海空两架，把联合指挥部组建起来。政委，王旅长怎么不在？我还想跟他单独聊聊。王旅长一回来就被我们军长校级研究夜查了，已经2天了。没事，你们想看什么聊什么，我全程都。哎，好。市里面到处都有监控探头啊，这些监控摄像头大部分是公安系统的。我是想，咱们能不能把这些监控探头都利用起来？利用起来？怎么利用？一会儿再说。我们先到市政府一带去转转。上车。韩旅长，请坐。好的。韩鹏同志，今天请你来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勇士行动的演习情况。可以，了解什么情况？我们就提几个问题，你实话实说就可以。好。演习第1天，山豹旅就对另外2支演习部队海啸突击旅和山鹰旅实施了突袭。这个是你指挥的吗？是的，是我指挥的，也是我亲自部署和策划的。我们知道，这在原来的预案中是没有的。演习的第1天是具有表演性质的，并没有你们山豹旅的任务。你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你们不知道观礼台上有军事专家吗？我们知道，这次演习我们山豹旅主要的任务是搅局。搅局？搅局什么意思？搅局啊，就是捣乱、破坏，把这个一潭死水的演习啊变得波澜起伏。这么说，你是有意识的，或者可以说你是故意这样做的，对吗？是的。你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吗？不良影响？嗯，你是在给这件事情定性吗？我没有考虑这么多，也没有必要考虑什么不良影响，而且也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啊。韩鹏旅长，有人反映这样做已经给国家和军队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你就没有考虑过后果吗？我不清楚什么叫恶劣影响，也不知道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反而，我跟那些专家的交流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非常理解，也非常愿意看到这样的效果呀。这么说，你跟他们有过接触？不但接触，我跟他们有很多友好的交流。友好交流？那好，我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在这次演习当中，准确的说是演习的第2天，发生了你们山豹旅胁迫军科院专家结为人质的事件。这件事件是你策划和指挥的吗？是的。这件事发生之前，有没有事先通知过演习指挥部？没有啊。为什么不事先报告？没有必要报告吧？这么严重的事件为什么不报告？是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这不算什么事件吧？
只是一次演习，一次带有假定性的反恐训练呀。在你们进行了劫持人质之后，我声明一下啊，我们这可不算是劫持人质，我们只是在进行这个劫持与反劫持的演练。在你们进行劫持演练之后，有没有马上通知演习指挥部？行动开始几分钟，我们就汇报了。韩旅长，有人反映，在第二天你们胁迫军科院专家劫为人质之后，山豹旅士兵在押解军科院专家时，对专家有粗野的举动和言行的恐吓，有没有？没有。韩旅长，今天的谈话就先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但我们对你有要求，在谈话期间不要跟其他人员有接触，也不要随便外出。在这个事情没有结论之前呢，不要跟任何与此事无关的人员谈论此事，可以吗？你们这不是双规，都已经3规了。请吧。好，那我先走。好。这样，请汪旅长上来。好。喂，冰冰，我这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一给你打电话你就忙，有没有不忙的时候？就不能请2天假回趟北京啊？我跟你说啊，你老公我呀正在接受审查呢。什么？你不是刚挨了个处分，怎么又审查你？你到底干什么坏事了？没什么大事儿，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审审就过去了。不行不行，我要到你们战区陆军找省参谋长去，我就要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哎，我跟你说啊，千万别，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啊。那个我先挂了啊，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哎，哟，汪旅长，你怎么来了？这不叫我来的吗？说是为了上回演习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没什么事儿啊，就是我们山豹旅那些事儿啊，也要找你谈话。这不叫我上去的吗？他要这么说，那夏侯兰旅长也得来呀。有可能。行了，我不跟你聊了，我先上。哦，对对对，咱俩不能说了，人上面有规定啊，咱俩再说话属于串供。供可以不串，串不能不撸啊！我告诉你啊，你等我今晚我安排啊。行了，行，汪旅长，请你上来吧。行了，过堂去了。哎，行了。汪旅长，你当时是红军总指挥，你认为山豹旅的搅局行为给这次演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让我说实话吗？当然要说实话的。我认为，我们从山豹旅和韩鹏旅长那里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包括他们大胆搅局。汪旅长，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啊！难道你们还想让我说假话，让我说这次的演习一团糟吗？我们没有让你说假话，但是这次演习的秩序被搅乱，那是事实吧？没错。可是原来设定的秩序，并不是最贴近于实战的秩序，而是更贴近于观赏的秩序。我们知道，演习场绝对不是表演场，更应该是战场，或者最贴近战场。因此，山豹旅的行动打破了原有的预案秩序，向战场的规律靠近。我们这些年来的演习，不都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吗？你说的这个方向当然是对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谈勇士行动中存在的问题。问题是明摆着的，就是演习。不会吧？我看了演习的计划，那是不设预案的，背靠背的实际对抗。是，这是一开始的情况。可是后来听说军科院专家要前来观摩，就让我们改变预案，按照第2套计划，以表演为主的预案进行演练。等专家走了之后，再恢复到背靠背无预案演习。可是我们认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对。你们是谁？我和夏侯旅长。怎么？你们早有打算？是。如果韩鹏旅长不来，
我们和夏侯旅长的对抗，也打算突破预案，另搞一套。可是没想到，韩鹏旅长进场太晚，他根本不知道还有以表演为主的预案进行演练这么一回事。他是完全按照贴近于实战的演习展开行动。既然山豹旅发动进攻了，我们当然也要积极的应对。所以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作为这次红军方面的总指挥，取得这次演习的胜利，而山豹旅并没有取得这次演习的胜利，你认为这也是走过场吗？我从来没认为红军是胜利者。如果按照山豹旅的劫持计划演下去，我们能在10分钟之内出击营救，演习将会出现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的海啸特战旅快速反应能力也可以大有用武之地。可是这些方案都被前副总指挥给否定了，硬压着不让我们行动。我的突击队员白白等了3个多小时，直升机才到。这简直是拿演习当儿戏。说实话，就算我们不营救，那些军科院专家自己走也能走回招待所了。还有这样的事？还有更可笑的。当我们去营救那些军科院专家的时候，有些军事专家不要我们解救，他们提出要加入山豹旅，参加这次演习。这太不可思议了吧！报告，进来。涂中伟的休假报告一直没有送过来，我打电话催过，可是他说什么？他说是你想赶他走，又不好意思说，让他主动写报告，所以他不写，起码是暂时不写。我就知道他不会写的，他这个人呢，我还算是了解。要是没有韩鹏这件事儿还好说，现在韩鹏还没回来，他是不会打报告离开的。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凉拌呗。让他去吧。看来这么大的演习，他不在山豹旅也不行。毕竟从组建山豹旅他就在了，对山豹旅各个营的情况他也比较了解。等韩鹏回来再说吧。明白。对山豹旅来说，这一仗并不轻松。韩鹏没回来，山豹旅就像缺少了定盘星。大战前的筹备工作千头万绪，要是政委在缺位，的确是个问题。童飞在这个时候放弃休假，顶在第一项工作，对山豹旅来说至关重要。但楚占刚呢，他以逸待劳，又占据天时地利，只要部署得当，山豹旅是很难突破909旅东平山防御体系的，除非楚占刚再次失误，但这种可能的概率很小。我倒是对王可贞未来的行动更感兴趣。他离得太远，必不可少的2000公里长途机动，外加艰苦的攻城作战，怎么打，怎么行？而楚占刚既是一头华囊虎，又是一条地头蛇，看来好戏还在后头呢。媳妇儿，我很快会给你一个惊喜的啊！我都习惯你这种骗术了，一给你打电话不是开会就是训练，现在又在被审查。说吧，明天还有什么花招？我跟你讲一好玩的事啊，这别人呢都是双规，我这回3规。哎，不跟你说了啊，又找我了啊！韩鹏，夏侯，哎，你好，你好，你好！我就知道你会来。坐啊，来。哎，那个也找你了，再过10分钟就上去。我刚谈完，现在呀，猛虎正谈呢。哎，你要是不来北京，我还要到你山豹旅考察呢。上次一回去就跟我们领导汇报了你们的情况，马上我们也要转为专业蓝军，在编制上也会有新的调整。好啊，你们来吧。哎，我们聘请过呀3位院校的教授当我们的参谋顾问，他们呢都是有实战经验，而且对外军和专业化的蓝军都有所研究。我们的合同到期了，如果你觉得他们有用的话呀，你们可以聘请过来。我相信啊，他们对专业化蓝军肯定会有帮助的。好啊！哎，上边是不是揪着你们劫持专家的事儿不放？倒也不是，我觉得呀，他们对专业化蓝军的性质有所误解，
再听到一些其他的说法，管他呢，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哎，听说你们马上要搞一次大的演习，我想去看看。好啊，我们欢迎。夏报旅长，你在哪儿？哎，来了，我得去了啊。行，没什么事啊啊。好，哎，我只想说一个问题，在这次演习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一支专业化蓝军部队的加入，就是陆军的山豹旅。其实这次演习的真正目的，就是检验我军专业化蓝军部队建设成果。专业化蓝军部队，虽然你们在总部机关工作，但并不一定完全了解部队现在的发展和建设情况，尤其是一些新的训练手段和新的理念。山豹旅之所以很多战法打法被你们看作出格，正是因为他们从专业角度出发，逼真的模拟假想敌，做到了形似神似。山豹旅在对外军的研究方面一直走在全军前列，他们把对外军研究的理论成果通过实兵演绎出来，形象生动地推演出战场的实战效果。作为一块磨刀石，常年磨砺红军，并针对红军的软肋展开有效的、治疗性的打击。夏侯旅长，你等我说完。专业化蓝军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真正的敌人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的长期处在和平环境下的作战部队大吃一惊，让我们感受到敌人就在身边，就在眼前，给我们的生活工作带来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并有效地促进部队训练向实战和贴近实战不断迈进。这就是专业化蓝军为训练模式改革带来的重大突破。如果你们真正了解了这支部队，了解了专业化蓝军建设，你们的理念和视角就会发生重大改变，再不会用业余的口吻向专家提出小儿科式的问题，更不会上演什么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大校、中校，你们请继续提问吧，要不弄得我像在给你们上课似的。好，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谢谢。不客气。我认为，我们第一仗跟山豹旅组成的海空联合集群对抗，还是有相当把握的。首先，山豹旅，韩鹏是我们的老对手，上次交锋，我们也算摸到了他的底。而这一年来，我们针对山豹旅的信息情报侦查一直没停过，尤其对韩鹏。好，这样我们就主动了。我们不能光盯着韩鹏吧？我们防御上还有哪方面不足？山豹旅究竟有什么战法还不清楚，信息方面也不能疏忽啊。政委说的对啊，韩鹏虽然是山豹旅的指挥官，我们需要套牢他，同时战法上要重视他，尤其是他们天上、海面和地上的协同作战，我们要研究透。对，针对第一阶段敌人从海上进攻的特点，我们在澄海防线的正面加强了阻击力量，同时，在我正面防线后面，我们部署了一个远程火箭炮营，可以越过澄海防线，直接向海面发起远程打击，将敌方登陆舰船全部阻挡在150公里之外，让他2天之内靠不上岸。就算山豹旅特种兵和海军陆战队在空军掩护下企图强行登陆，1天时间也不可能拿下我的澄海防线。只要坚守3天，韩鹏的海空一体战注定以失败告终。这次我们把2个远程火箭炮营全部设置为机动部署，先在澄海防线北面30公里的林子中隐蔽待命。一旦通过卫星侦察确定山豹旅集群的舰船开始向我方向移动，2个远火营才出发进入发射阵地。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伪装远火连
在开战后佯动部署，并适时进行虚拟发射，以掩人耳目。主任说，你这个点子不错，跟韩鹏打呀，就是要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另外一个重要部署，就是擒贼行动的收网。我们组建了一支信息特种侦察队，准备在开战的3天里紧盯韩鹏行踪。只要他一进入演习交战区陆军域，马上锁定他的位置，实施抓捕。什么？你们要抓捕韩鹏？没错，从决战2017演习之后，旅长楚副参谋长就给我下达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的战略部署。我909旅信息情报中心通过各种渠道和高科技手段，对韩鹏的行踪进行了长达1年的跟踪和研究，并发现韩鹏正是军事论坛上的那个蓝军狂热分子，沉默自大。只要总指挥一声令下，特种侦察分队可以在10分钟内，在任何地点、任何场合对贼王实施抓捕。我以为我离开之后，你们就放弃了这个项目的研究。毕竟我们谁也不敢保证1年之后还会遇到老对手，冤家对头。老领导，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作为打击目标是韩鹏本人，但作为现代高端信息侦察科目，它同样是一场很好的练兵。在跟踪贼王的1年中，随着无线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升级换代，我们的侦察手段也经历了3次更新和升级，无形中使我旅的信息侦察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因此，我们又从练为战的思路出发，把这一项目作为重要的训练项目，不放弃、不抛弃，一直做到现在。好，这真有点叫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嘛。我就用这个成语做首诗，送给丁旅长。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排。鹏贼虽是瓮中鳖，红烧甲鱼落尘埃。